一定能冲出重围的。等援兵来了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而死。他们是为了你，但也是为了乌孙，为了和平。别再说傻话了。 一律，他乌孙竟然如此负隅顽抗。厉王，你不必担心，赤木城内的守军不过10000人，我看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一律，加紧攻城，逼他们交出解药。我匈奴战士不可长眠于此。末将定当竭尽全力。 谢谢右夫人。别谢我，要谢谢解忧公主。再喝一点。解忧，解忧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公主，怀大哥，公主，怀某不辱公主使命。情况如何？敦煌守将愿意相助，不过要等皇上的旨意才肯出兵。什么？敦煌守将已经点起狼烟，长安城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，就差皇上旨意了。先别高兴得那么早，万一汉帝不肯出兵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，皇帝不会坐视不理。乌孙是大汉的盟友。可即便是汉帝答应了，汉军到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汉军一定会来的，你们大家相信我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相信公主。相信公主。哎，公主，冯辽他在外面，去吧。哎，看谁回来了？谁回来了？啊！我回来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救人！啊，好。哎，给我找点喝的。
王良，我以后不欠你的了，今天该还的我都还清了。哼，你想得美！你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你起来，少占我便宜。我好累。滚！王良，你说咱们打了几天了？有3天了吧？这帮匈奴还真是顽强，损失这么多人，还在坚持。我看守城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恐怕要……回天山，回天山，怎么了你？受伤了，我们去找医术。走。风凉，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保护公主，我知道了。我想让你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保护好自己。何天山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平时像个木头一样，今天会说人话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答应我。何天山，我们有救了，汉军来了！扶我起来！你看，汉军真的来了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听我的故事。哥哥，
怎么不过去？我没办法面对怀大哥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不断的睡在这儿？解忧，我知道你难受，坚强一点。赵将军带了多少兵马？回禀公主，末将一接到皇上命令，就日夜兼程赶来，但准备仓促，只带了5000精锐。5000精锐解不了赤谷的围城。后续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。但皇上在信中说，要末将拼死保卫赤谷城。我想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辛苦你了。右大将麾下会安排你的士兵休息的，明日一早要跟我们一起战斗。多谢公主。那末将先去安顿了。5000人，根本不足以击退匈奴人，而且现在城内余粮不足，如果不能一举击败匈奴人，我担心赤谷城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不会又想用自己去换取匈奴退兵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别说我不答应，赤谷城上下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你看看怀天杀，他是为什么死的？你这样做，他死都不会瞑目。公主，这场仗我们一定要赢，不能让怀天杀失望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又来了。来之，灭之。之前我们能够抵挡住匈奴的进攻，这次我们一定能。可是赤谷城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不希望这里遭受涂炭。解忧，你是解忧，你不能放弃。你选择的是赤谷城，不是我。解忧，保护这里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今天右谷离王还不退兵，明日我就出城。亏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把你当对手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那个就是右谷离王。我猜他是来谈判的。看来到极限的不只是我们。你真的要出城吗？为了赤谷城，我要去试一试。你不必担心了。怎么了，义律？他们投降了？没有。吼吼，他小小的乌孙，难道看不到我大军压境了？他们看见了，却还在加固城防。看样子，他要与我方决一死战。难怪说这乌孙是这西域诸国的异类，竟然敢如此不屑我大匈奴！哼！我看，既然他们不知死活，不如就踏破城门，
杀了他们的昆明。哎，哼！一律啊，不要忘了，城中还有我们的胡姑公主。大单于有令，无论如何要保她性命。那你说，如何是好？我想着乌孙，哼，只不过是逞一时之勇。一旦两军交战，看到我军骁勇，他们必然会害怕，开城投降，交出解忧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死守城门，又该如何是好？如此，便只有血洗赤骨城了。昆明小心啊！王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托利泰，昆明不是让你好好照顾昆明吗？哎，是我让他带我来的。匈奴人的5万铁骑，故也来亲眼见识一下。王兄，这里有我们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昆明，就不要再靠前了，当心冷箭。这匈奴军队势大呀，怕是不易抵挡。有什么可怕的？赤骨城城防坚固，再说我们也不是吃草长大的绵羊，匈奴人想杀进来没那么容易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王兄，昆明，王兄，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，王兄，小臣一再叮嘱昆明，体内还有余毒，一定要安心的静养。可是昆明眼下发起了高烧，显然是毒素已侵入了内脏，小臣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好了，特雷泰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把我扶起来。去，给我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。喂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有事情要和文贵、解忧单独说。喂。文贵，过来。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很快就会击退匈奴。到时候，你就是乌孙的昆明。王兄，哎。这是我临死前最后的一命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你当上昆明之后，万事要以乌孙的利益为重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得答应我。你做成乌孙的昆明之后，必须把解忧送回长安。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他会成为乌孙的隐患。这样匈奴人就永远有借口向我乌孙发兵。现在该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你是选择乌孙，还是解忧？
我要是不选乌孙，那你就可以带着解忧远走高飞，去过你们想过的生活。你可以娶她为妻，但从此以后，你不可以再管乌孙王庭的事。我会把王位传给胡姑的儿子你。这样的话，我想用不了多久，乌孙就会被匈奴吞并，成为匈奴的傀儡。你希望看到这一天吗？我不希望，我也不希望。我知道这很难做出决定。其实我这一辈子也在家庭和乌孙之间做着两难的选择，因为我不管怎么选，要么就牺牲家庭的利益，要么就牺牲乌孙的利益。可为了制衡匈奴和大汗，我只能选择后者。可是到头来，还是给乌孙带来了灾难，最后还弄得家破人亡，众叛亲离。千万别像我这样，我知道以你的能力，你一定比我强。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无论你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你。带着解忧远走高飞吧，大不了我死后面对乌孙的祖先们，接受他们的责罚。谁叫我们是兄弟呢？我支持你的选择，拿着。我只是一个女人，怎么可以和乌孙的命运相提并论？相信翁贵会做出选择，做出让乌孙满意的选择。你出去，我和昆明有话说。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大汗？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我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。姑是凡人，也会嫉妒。以前都是我让着你，这次你就让我一回。
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回。兄弟们，眼下匈奴人的5万铁骑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我想问，你们害怕吗？我知道，一定会有人害怕，这没什么。我也会害怕，我翁归也不想死。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开城投降吗？眼下匈奴人已经开出了条件，只要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愿意退兵。不能答应他。匈奴人要我们交出我们的右夫人解忧。眼下解忧也愿意出城，以换取赤谷城得以保全。是。送一个女人出城，换得大家全部获救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我想请你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，即便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能活得安心吗？我们能让一个柔弱的女人替我们去死吗？如果匈奴人今天要的是我们的母亲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女儿，我们能用他们的性命去换吗？不可能！能让乌孙女人替我们去死，我们自己却苟且偷生吗？不可！今天匈奴人要的是解忧，是我们乌孙国母，这是对昆弥的侮辱，对我翁归的侮辱，对每一个乌孙男人的侮辱。我们能够答应吗？不能答应！既然不答应，我们能开城投降吗？绝不投降！既然不投降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死战到底！我们不会孤军奋战的。怀天沙将军会突围出去，请来我们的援军汉军，有汉军相助，乌孙必胜。右大将，末将在，你务必要保全怀将军顺利突围。殿下放心，末将一定助怀将军突破重围。今天翁归把自己这条性命与大家放在一块儿，我们死战到底，守住赤谷，守住解忧，将匈奴人杀得片甲不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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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在不言中。解忧就交给你了。路上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安索克，赤谷城生死存亡在此一役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殿下放心，今天我们就做一件事：奋勇杀敌，赤卫乌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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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城门！赤卫乌孙！赤卫乌孙！跟我回来！撤！
解忧见过王爷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解忧公主是这么个女娃娃。我以乌孙右夫人、大汉和亲公主之名前来和谈，王爷却如此傲慢，这就是你匈奴人的诚意？和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看我5万匈奴大军兵临城下，你那小小的赤谷城，我挥手可破，拿什么跟我和谈？好在我们大单于悲天悯人，放你乌孙一马，快快开城投降。解忧就是要告诉你，赤谷城不会投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赤谷城不会向任何一个人投降。不过大王要是肯退兵的话，解忧倒是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你。如果不投降，那就没得可谈了。哼，解忧告退。等等，您不是不想和谈吗？本王只是好奇，你要送本王一份什么样的大礼？有可能退兵吗？我领大军至此是为3件事：一，赤谷城投降；二，诛杀谋篡者；三，交出你和常山。做到此3件事，我匈奴大军立刻退兵。王爷的条件解忧明白，只是解忧不知道，王爷攻打赤谷城，你手下的5万精兵还剩几成？小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带兵攻城是折损了些兵将，但对付你那小小的赤谷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姑娘，纵然你身后有几千汉军，挡得住本王吗？解忧不才，但数数还是会的。自王爷攻打赤谷城3天以来，手下将士折损不止1万吧。我赤谷城岿然不动，现在又有汉军援助，不知你拿下赤谷城还有几成把握？据本王猜，你赤谷城粮草不过10日，现在还需供给汉军，饭都吃不饱，你拿什么跟本王打仗？而且本王折损兵将，比赤谷城折损的少啊！那个汉将，怀天杀，不就阵亡了？别轻举妄动。为了你城中百姓，还是接受本王的条件为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说，解忧要是不答应，您就一定会打进城？那是当然。夫人笑什么？解忧知道，匈奴军队善战，但是我乌孙的健儿和大汉的将士绝不会甘受屠戮。如果你一定要打，即使赤谷城烧成一片焦土，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也许赤谷城真的会陷落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得不到一个俘虏，而你的军队会在赤谷城下全军覆没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只够苍鹰和野狼分尸。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匈奴的草原，岂不可悲？不过解忧也不希望这样，所以才会跟大王提出送你一份厚礼。讲。解忧愿意停战，让你们回到匈奴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乌孙和大汉的联军绝不从后追赶。夫人，我带大军至此，岂可如此退兵？王爷，您在这赤谷城下消耗着粮草、军器，还有所剩不多的补给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难道您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在这城外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大单于的命令，不过是希望借你5万大军的威势，让我乌孙不战而降，交出我刘解忧，而绝不是让你拼光家产，只带我解忧一人回去领命，对吧？只要你肯撤兵，我会让汉军后撤30里，让你们安全地回到匈奴。夫人，倘若我退兵，于大单于处，当如何交代？解忧不会让你空手而回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什么大礼？常山西侯。常山？对。常山多次加害于夫人，夫人你能放他回家？跟我赤谷城相比，常山西侯的命一文不值，你尽可带他回去。好，夫人，你这份大礼，本王收了。
王爷深明大义，解忧感激不尽。但是夫人，本王虽然走了，但大单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匈奴铁骑便会卷土重来。告诉大单于，我解忧就在这赤谷城中，随时恭候。走。匈奴兵退了！匈奴兵退了！将军，匈奴兵退了！这退了，真的退兵了。有夫人成功了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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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！解忧公主！解右夫人，殿下，昆弥他。皇兄，匈奴退兵了。昆弥，殿下，昆弥怎么样？夫人，昆弥他。夫人。拜见昆弥。拜见昆弥。拜见昆弥。快起来！昆弥这么晚来了，是有何事啊？别叫我昆弥，叫我文归就好。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。
昆弥国事操劳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静悠，你怎么了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，我是温归啊。乌孙国没有温归了，只有乌孙之王温归迷。童仆拜见大单于。童仆，你潜伏乌孙多年，耗尽我无数的人力财力，现在你已经失去所给予的一切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有何话可说？童仆无话可说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童仆知罪，但童仆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讲。童仆几乎为单于拿下乌孙，最后功亏一篑，这都是拜刘解忧所赐。刘解忧害我失去了唯一的妹妹，也正是她死守赤谷城，让右谷离王无功而返。所以，童仆愿重返乌孙，替单于杀了解忧，请单于恩准。事成之后，童仆愿以死谢罪。公主，就算要走，又何必走得这么急呢？夜长梦多，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今夜走吧。公主，你不想走，你舍不得温归，你怕你改变主意是不是？这块玉佩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温归。公主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还带了几个亲信的卫士。冯辽，此次反汉路途艰辛，你可以不必跟着我。公主，我若不死，就会一直保护你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西女，帮我跟安索克说一声谢谢他。好，再见，保重。
当着满朝文武，突然就跑了。张双，解忧昨晚连夜就走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也好，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乌孙。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当年我来西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周围的草木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向西，现在却是向东。路可以往回走，人生却不能重来。来到西域，后悔了吗？若是后悔，这一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后悔了。如果没有遇见温归，没有暴露玉佩的身世，没有被皇上选为和亲公主，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也不应该后悔。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我宁可笑着面对。唉，这一路只有我们2个人相伴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寂寞？怎么会呢？有一位绝佳的伴侣正等着我。绝佳伴侣？粉姑娘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姐姐，你真舍得王子尼吗？妹妹，现在的乌孙是温归的天下，我若是不走，别人岂不是会说我想母凭子贵，把持朝政？再说，我相信温归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。可是离开了乌孙，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呢。赤谷城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等你进入大汉疆土之前，我们做个伴儿好不好？正合我意。不过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歇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出发可好？好啊。驾！啊！之前2个人恨之入骨，现在这般亲切。哇，女人太可怕了。你这人真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现在昆明已经不在了，你大可以跟温归成婚，共同治理乌孙。可你倒好，在这个时候偷偷跑回汉地。我不能留下来。难道你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想。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可以的。现在乌孙的昆迷是温归。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抛下一切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昆迷都不在了，你还要跟我抢他呀？姐姐，你我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可我依然说不过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也只能这样选择。即使心里再疼，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
小心！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经营乌孙和匈奴的关系，眼看就大功告成了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你们手里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心爱的妹妹，失去了单于对我的信任，所以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义律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单于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吗？我义律可以背叛单于，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无辜。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我要替怀天杀报仇！公主，快走！
我来晚了。好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不知姐姐会去何处啊？匈奴我是不会再去了，也许我会去汉地，我还没去过呢，去看看也无妨。去汉地，真是太好了，也许我们还能再见。看缘分吧。你的命运还未可知。冯辽，我们也走吧。公主，我先去喂马，你们再说两句。你真的要走吗？对，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。你知道我的心意。那好，那我便不要这乌孙昆弥之位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相比起这个乌孙昆弥之位，我心爱的女人更需要我。你现在是乌孙的昆弥，不要像孩子一样任性。你走了，乌孙谁来治理？乌孙还有安索克，有大陆，有纳林羽侯，还有很多愿意为乌孙的事操劳的人。可我只要你，我只想跟着我心爱的女人，她到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除了你，我别无所求。即便是你不要我，我也会跟着你。你知道，你甩不掉我的。解忧，我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。如果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，你还要赶我走吗？我走得离乌孙越远，我觉得我的心就越来越沉。可是你听我说，你真的不能离开乌孙。对乌孙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。没有你，整个乌孙对于我毫无生机可言。你舍得把我一个人